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非常沉重，但也非常重要。它关乎你的命，关乎你家里的顶梁柱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崩塌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平时看着红光满面，保温杯里泡着枸杞，号称最懂养生，结果突然有一天，哐当一声倒下了。救护车拉到医院一查，医生拿着化验单冷冰冰的告诉你3个字：尿毒症，还要加个后缀晚期。大家会觉得奇怪，甚至觉得冤枉。尼斯他平时身体很好的，连感冒都很少，怎么一查就是绝症？昨天早上我去台北的菜市场买菜，我在那挑萝卜，旁边有个老先生也在挑，我看他那个小腿肿得跟那刚发好的面团一样，按下去一个坑，半天弹不起来。他在挑白菜，我心里就咯噔一下。我是看病的，我看一眼就知道这人的坎水已经绝了，阳气上面的火下不来，下面的水上不去，这就是咱们易经里说的火水未济，是大凶之象。这种人现在的医院说他没病，因为他的指标可能还在临界点上，或者他根本没去查。但在我眼里，他的半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。我在临床干了几十年，看了无数的病人，救了无数被西医判了死刑的人。我发现一个最可怕的现象，也是今天我要跟诸位讲的真相：很多中国人的肾不是被累坏的，是被自己养坏的，是被那些错误的、寒凉的所谓的科学养生给活活毒死的。现在的统计数据说，中国有1亿2千万人患有慢性肾脏病，但这其中96%的人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肾正在一步步走向衰竭。为什么？因为西医的仪器查的是形，是物质。等到仪器能查出来肌酐高的时候，你的肾脏已经坏死超过70%了。那时候你再来找医生，西医就只有3板斧、透析、换肾等死。我们中医讲的是神是气，肾是什么？在八卦里，肾是坎卦，五行属水，它是你身体的先天之本，是你父母给你的那一口真气，是你生命原本的蓄电池。这口奇气尽了，人就没了。今天我不跟你们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化验单，也不跟你们背那些枯燥的医学名词，我要用老祖宗《黄帝内经》和《易经》的智慧，帮你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这堂课我会讲得很深，但我保证你们都能听懂。我会告诉你们，身体发出的哪10个信号是阎王爷的请帖。为什么你以为健康的低钠盐和老火汤其实是慢性毒药，以及如何不花1分钱用强肾回阳的秘法把你的肾气给救回来。诸位把心静下来，把手里的事情放一放。这篇文章有点长，但这30分钟内可能能换你未来20年的健康。如果觉得有用，点个赞，转给你的家人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好，咱们闲话少说，开讲。在讲症状之前，我必须先帮大家正本清源。现在的西医解剖学把肾脏看成什么？看成2个像蚕豆一样的器官，长在腰后面，负责过滤尿液，太肤浅了。在中医的观念里，在易经的体系里，肾脏绝不仅仅是那2个肉块。肾主骨生髓，通于脑，它的功能覆盖了你的骨骼、你的大脑、你的听力、你的头发，甚至你的呼吸。咱们看八卦，肾叫坎卦。大家看这个卦象，外面是2根断开的阴爻，中间是1根连着的阳爻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外阴内阳。这中间的1根阳爻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命门之火，也就是真阳。人为什么能活着？为什么能消化食物？为什么会有体温？全靠肾里面藏着的这点真火。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口大锅，脾胃是锅里的米和水，肾脏就是锅底下的火。如果肾火足，锅里的水就能烧开，水蒸气、气血就能往上顶，滋养你的5脏6腑，头脑清醒，四肢温暖。如果肾出了问题，肾火灭了，锅底下没火了，锅里的水就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冷水、死水。这冷水一多，身体就完了。水往低处流，腿就肿了；冷水上不去，头就晕了，水气凌心，心就慌了。所以所有的肾病归根结底就是这锅水烧不开了，或者烧干了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才能听懂我后面讲的这10个信号。很多人问我，尼斯，我怎么知道我肾不好？我不疼不痒的。诸位，肾脏是做强之官，它最能忍。等到它喊疼的时候，那已经是因时已成，也就是藏东西了，或者彻底坏死了。但是在它彻底罢工之前，身体的气场早就变了。人有3魂7魄，肉体未病，气色先变。我就讲个去年的案例，有个病人找到我，姓李，62岁，河北石家庄人，退休的中学老师。李老师一辈子很注重养生，每天早上5点起床晨练，从来不抽烟不喝酒，饮食也很清淡。
可有一天早上，他突然在厕所晕倒了，送到医院一查，肌酐指数已经飙到800多，正常人是60到100，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。李老师坐在我对面，眼眶都红了。他说：“陈大夫此处迷失带入文案中的医生角色，我这么注意身体，怎么肾就成这样了呢？”我翻着他的病历，心里也很难受。其实他身体早就发出过信号，只是他不懂易经的道理，以为是老了累了正常的。接下来我说的这10个信号，是身体内部阴阳失衡的烽火狼烟。诸位一定要对照自己，哪怕只中了1、2个，也别掉以轻心。信号1，莫名的神散与嗜睡，极度疲劳，这个最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会想，我昨天干活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但肾不好的这种累，和普通的累不一样。普通的累是你体力的透支，睡一觉，阳气回表就好了。肾病的累是中毒。你想啊，肾就像身体的垃圾处理厂，如果它罢工了，毒素，中医叫湿浊之邪排不出去，就会堆在血液里。这些脏东西流到大脑，流到肌肉，整个人就像中了毒一样。在《黄帝内经》里，这叫神不死。你的阳气已经无法驾驭你的肉体了，你会觉得睡了整整一夜，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，骨头像散了架，就跟得了重感冒一样，提不起精神。我有个病人，成都的张师傅，出租车司机，他每天下午2、3点就开始打瞌睡，以为是血糖低，吃了糖也没用。后来一查，肾功能只剩40%了，这是因为坎水不能生正木，正木对应肝，肝主筋，水不生木，筋骨就废了，人自然就垮了。信号2，头晕，水气凌心。清阳不生，头晕的原因太多了，贫血会晕，高血压也会晕，颈椎不好也会晕。但您知道吗？肾不好也会引起头晕。西医管这个叫肾性高血压，他们会给你开降压药，把你血管扩张开，强行把血压降下来，这叫掩耳盗铃。为什么肾坏了血压会高？我用易经给你讲得清清楚楚。人体有一个循环叫水火既济，心脏是火离卦在上面，肾脏是水坎卦在下面。正常情况下，心火要往下走，去温暖肾水，肾水受热气化，变成真气往上走，去滋养大脑。这一上一下，身体就平衡了。现在肾脏坏了，里面的水排不出去，积多了，水多了怎么样？就泛滥了。这股冷水顺着经络往上冲，直接去攻击心脏，这叫水气凌心。心脏为了抵抗这股水，只能拼命加压，血压就高了。同时，清阳之气被这些脏水挡住了，上不去头顶，所以你不仅头晕，还会觉得心慌、气短、脸色发白。这时候你光吃降压药有什么用？你不把水排掉，不把肾阳扶起来，血压永远降不下来，最后就是心肾衰竭。信号3，恶心、想吐、没胃口、关门不利、浊气上逆，这个症状太容易被误诊为胃病了。我们的身体很聪明，它就像一个精密的工厂，肾脏是身体的下水道。如果下水道堵了，排不出脏水，身体为了保护自己，就会告诉大脑别再吃东西进来了，下面已经满了。于是胃气就不往下降了，反而往上逆。你看到食物就反胃，吃一口就想吐。在《伤寒论》里，这属于关格之症。关是关注，格是拒隔，阴阳离绝的前兆。有的病人嘴里甚至会有一股怪味，像金属味或者氨水味，刷牙也刷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尿毒素的味道，尿排不出去，从嘴里出来了，这已经是病情很重的信号了。信号4，频繁抽筋，肝肾同源，筋失所养。很多老年人腿抽筋，第一反应是我缺钙了，赶紧吃钙片。吃了一堆钙片，吃到便秘，腿还是抽，为什么？方向错了。中医讲肝主筋，肾主骨，还有4个字叫肝肾同源，肾属水，肝属木，水生木。如果肾水不足，就像树根底下没了水，这棵树肝能长，好吗？肝血一旦亏虚，筋就失去了滋润。干枯的树枝容易断，干枯的筋就容易缩，一缩就是抽筋。此外，肾脏坏了，身体里的磷排不出去，磷一高，钙就低。这种电解质的紊乱，西医叫低钙抽搐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水不含木，是根子坏了。我有个病人，哈尔滨的赵大爷，晚上睡觉经常小腿抽筋，疼得直冒汗，吃钙片吃了3个月，一点用没有。后来我给他开了滋补肝肾的方子，把肾水补足了，抽筋自然就好了。信号5，水肿、水湿泛滥、大地沉沦，这个大家比较熟悉。但我问你，为什么水会肿在腿上，而不是肿在手上？因为湿性趋下。刚才我说了，肾阳是锅底的火，
火灭了，水就变成了冷水，冷水是沉重的，受地心引力影响，直接往下流，就积在你的脚踝、小腿。怎么判断？你按一下小腿内侧胫骨旁边，如果凹下去一个坑，半天弹不起来，那就是水肿了。如果是早上起来眼皮肿、脸也肿，那是风水相搏，这说明肾脏的这股浊气已经把肺经给堵住了。肺主皮毛，水气溢于皮肤，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信号。信号6，夜尿增多，肾关不固，心火不交。重点来了，这是判断肾气强弱的金指标。什么叫夜尿频多？定义很严格，入睡后爬起来上厕所超过1次，就算频多。很多老人一夜起来4、5次，根本睡不好。西医会告诉你这是前列腺问题，或者膀胱老化。我说这叫肾关不固。你们看那个关字，肾脏就像身体的水坝，它有一个闸门，阳气足的时候，这个闸门关得紧紧的，水虽然在里面，但漏不出来。阳气一虚，闸门生锈了，关不严了，水就滴滴答答往外漏。还有一个原因跟水肿有关，白天你站着坐着，水因为重力积在腿上，晚上你一躺平，腿抬高了，这些积水回流到心脏，心脏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多水涌上来？他怕被淹死，就赶紧命令肾脏快排水，快排水。于是你就得不停地起来上厕所，这不仅折磨你的睡眠，更是在消耗你仅存的阳气，这叫气随液脱。信号7，皮肤瘙痒变黑，毒素外溢，肾之本色。中医讲五色对五脏，青主肝，赤主心，黄主脾，白主肺，黑主肾。如果你的脸色、皮肤越来越黑，而且是那种干枯的黑，洗都洗不掉，那是肾脏的本色外露了，是大虚之象。同时肾脏坏了，毒素排不出，身体会试图从皮肤毛孔排毒，这会刺激皮肤，让你痒得钻心。这种痒擦什么止痒药膏都没用，因为毒在血里，是从里往外痒。有的人皮肤还会长出像痘痘一样的结节，那都是身体在拼命往外顶毒素。信号8，气喘胸闷，肾不纳气，这是很多人忽视的。大家以为呼吸是肺的事，错。肺主呼气，肾主纳气。肺只是把气吸进来，要把这口清气深深的拉下去，藏在丹田，得靠肾脏的抓摄能力。如果肾虚抓不住气，气吸不下去，浮在上面，你就会觉得喘。就像那个李老师爬个3楼没问题，现在爬个几级台阶就喘不上气。这不止当时心肺功能下降，更是肾不纳气的表现。信号9，腰酸背痛，腹塞空虚，腰为肾之府。腰就是肾脏住的房子，如果房子里的人肾精跑光了，房子就空了，就会不稳。这种痛不是扭伤那种剧痛，而是隐隐作痛，是一种空虚感，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酸痛。你捶一捶，按一按，会觉得舒服一点，因为你把气血引过去了。信号10，泡沫尿，精气外泄，这是最直观的。尿里有泡沫，而且久久不散，西医叫蛋白尿，中医看来这是你的精在漏。肾主藏精，蛋白质是身体的精华物质。如果封藏失职，营养物质全流失了，您可以做个简单的测试，正常人的尿就算有泡沫，也会在几秒钟内消失。但如果泡沫像啤酒一样5分钟都不消，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。讲完了症状，我要讲讲得罪人的话了。为什么李老师这么养生，还是得了尿毒症？因为现在的很多商业养生、西方营养学完全违背了易经的自然之道。对于肾功能已经开始下降的中老年人来说，有些被吹上天的健康食品其实是慢性毒药。我今天必须把这些陷阱一个一个给您掰开了，说清楚。陷阱1，低钠盐，这是移花接木的骗局。诸位，现在超市里都在推销低钠盐，号称能防高血压，比普通盐贵好几倍。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为了少吃盐，专门买这个。我告诉你们，对于肾不好的人，这就是毒药。你看看那个配料表，低钠盐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它是把钠拿掉一部分，换成了钾、氯化钾。盐罐子上都写着钠含量降低30%，钾含量升高25%。西医说钾是好东西，能置换钠，帮助降血压。但是中医看问题讲究度，讲究时机。对于一个肾功能正常的人，多吃点钾，肾脏能排出去，没问题。但是对于肾脏已经受损的人或者老年人，肾脏排泄钾的能力非常弱。你这时候吃低钠盐，等于每天在往身体里灌高浓度的钾，钾排不出去，会堆积在血液里，引起高钾血症。高钾血症是什么概念？它会让心脏的电信号传导出现问题，严重的会导致心脏骤停。我记得有个病人，东北长春的，姓王，68岁，
他因为血压高，听邻居说低钠盐，好就把家里的盐全换了。吃了2个月，有一天突然心悸，手脚发麻，送到医院一查，血钾已经到了危险值。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，人就没了。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盐，是海盐、井盐，那是天地生成的自然的咸味，入肾经，能软坚散结。你现在吃化学合成的低钠盐，身体根本不认识它。我的建议，回归自然，吃普通的盐。如果怕咸，就少放点，但千万别吃那种化学调配的假盐，更不要去买什么代盐、酱油膏，那里面全是钾和添加剂。陷阱2：生冷蔬、果汁与老火靓汤，这是在灭火。现在流行什么生机饮食、绿拿铁、排毒果昔，把一大堆生的蔬菜、水果、菠菜、芹菜、奇异果扔进破壁机里打成汁，咕咚咕咚喝下去。诸位，脾胃是后天之本，属土；肾是先天之本，属水。土克水，但也护水。生冷的蔬菜水果，在中医里大多是寒凉的。你每天早上一杯冰凉的绿色的汁灌下去，先把你的胃火脾阳给浇灭了。脾胃一寒，运化功能就废了，水湿就更排不出去，肾脏的负担更重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钾离子是水溶性的，你吃一根香蕉还得嚼半天，身体慢慢吸收，肾脏还能处理得过来。你把2根香蕉、一把菠菜高钾，一个猕猴桃高钾打碎了，细胞壁破了，那些钾离子全都跑到了水里。你喝下去的不是果汁，是一杯高钾炸弹，一口气喝下去，瞬间血钾飙升，你的病肾根本来不及处理。还有那种老火汤，广东人特别爱喝，炖上3-4个小时，以为精华都在汤里，其实肉里的蛋白质根本没怎么溶出来，溶出来的是什么？全是嘌呤和钾，还有大量的磷。喝那个汤就是在喝尿酸，就是在喝毒药。我有个病人，广州的陈阿姨，65岁，特别爱煲汤，天天喝，觉得这样补身体。结果3个月后复查，肾功能指标不升反降。我跟她说：“陈阿姨啊，您这不是在补肾，是在害肾啊。”那怎么办呢？中国人就要吃熟食，蔬菜该吃还得吃，但要换个做法，焯水，把蔬菜切好，用开水烫一遍，把水倒掉，这能去掉60%到70%的钾含草酸，然后再拌点油。放点盐吃，火锅可以吃，肉可以吃，但千万别喝那个汤。陷阱3：加工食品，磷之祸除了钾，还有个隐形杀手叫磷。磷和钙是冤家，磷高了就会把身体里的钙赶出来。第一，骨头会变脆，容易骨折；第二，这些跑出来的钙去哪了？它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，这叫血管钙化。你的血管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，失去弹性。一旦血压一高，很容易脑出血、中风。哪些食物磷含量高？加工食品，香肠、火腿、肉松、午餐肉、鱼丸、贡丸、汉堡肉，还有大家爱吃的零食、坚果、巧克力、可乐、奶茶。为什么加工食品磷这么高？因为厂家为了让食物保存时间长、口感好、有弹性，会添加很多磷酸盐，这是一种食品添加剂，对于健康人能排出去。对于肾不好的人，这就是要把你的骨头掏空，把你的血管堵死。记住尼斯的话，吃天然的东西，有鼻子有眼的东西，新鲜的鱼。肉不要吃那些包装袋里拆出来的死物，一天吃一个手掌大小的新鲜肉足够了。骂完了庸医和错误的养生，我要给诸位指条明路。很多人问尼斯，肾坏了还能好回来吗？我今天必须跟你说实话，慢性肾衰竭通常是不可逆的。什么叫不可逆？就是说死掉的肾脏细胞没法再活过来，就像一个橘子，风干了变皱了，你很难让它再变回水灵灵的样子。但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控制。虽然我们不能让死去的肾细胞复活，但我们可以保护剩下的好细胞，让他们多工作几年甚至几十年。只要你的阳气味觉，只要你懂得怎么用易经的智慧去调理，你完全可以带病延年，不用去遭透析的罪。第一节真正护肾的3种水果，很多人老年朋友跟我说，陈大夫，既然水果里全是钾，我是不是水果都不能吃了？错，是要会选。我们要吃得天地之正气的水果，要顺应五行。我现在就告诉您，哪3种水果钾含量低，又能保护肾脏。一，梨，特别是雪梨、水梨。五行中，肺属金，肾属水。金生水，梨色白，入肺经，它含水量很高，钾含量相对低，而且它含有一种叫泛皮素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帮助肾脏细胞对抗自由基的损伤。秋冬季节，北方干燥，吃个梨润肺就能生肾水。怎么吃？但我建议大家，
特别是老年人不要生吃，生梨偏寒，要把梨切块煮水或者蒸着吃，这样去了寒性，留了润性，一天吃一个刚刚好。二，苹果俗话说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这话对肾脏也适用。苹果是平性的，不寒不热，它的钾含量适中。苹果富含果胶，这是一种膳食纤维，能在肠道里吸附毒素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减轻肾脏的负担。注意，只能吃新鲜苹果，不要吃苹果干、果脯，那些糖分太高，钾也浓缩了。三，芭乐、番石榴，这是南方的水果，现在北方超市也有卖。芭乐是维 C 之王，维生素 C 含量是柠檬的2倍。维生素 C 是强抗氧化剂，能保护肾脏细胞。最关键的是，芭乐的钾含量也不高，很适合肾功能下降的人吃，一天吃半个到1个，既补充了维生素，又不伤肾。相反，有些水果肾不好的人要绝对忌口，杨桃绝对不能吃。杨桃里有一种神经毒素，肾好的人能排出去，肾不好的人排不出去，吃了会中毒，甚至昏迷死亡，这是禁区。香蕉蜜瓜、奇异果、牛油果、榴莲，这些都是高钾水果，千万别当饭吃，尝一小口可以，多了就是害命。第2节，2个不花钱的强肾方法，物理回阳素除了吃，还有没有不花钱就能保护肾？改善夜尿的方法当然有，我要教大家2个利用物理原理和经络之道的方法。方法1，傍晚抬腿法，引水归元。我刚才说了，很多老年朋友夜里起来上厕所好几次，是因为白天水积在腿上，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在睡觉之前先把这些水排掉，操作步骤。在每天傍晚下午5点到7点，这是酉时，也是肾经当令的时候。你看电视或者是休息的时候，躺在沙发上或床上，拿几个枕头，把脚垫高，脚踝的高度要超过心脏一点点，或者你就把腿靠在墙上，坚持20到30分钟。原理是什么？这叫利用重力，你把腿一抬高，积在脚踝、小腿的水就会顺流而下，回流到心脏。这时候你人还是醒着的，心脏接收到回流的水，就会通知肾脏过滤。这样你在睡觉之前，比如晚上9点、10点就会去上厕所，把这些多余的水排空。等你真正睡觉的时候，体内的水已经少了，夜里自然就不用起来跑厕所了。我有个病人，上海的老周，原来一晚上要起来5次，用了这个方法，1个星期后就减到2次，1个月后基本上能睡整觉了。他说：“倪医师，您这招真神，不花钱就把我治好了。”方法2，泡脚加搓涌泉。水火既济，冬天天寒地冻，人要藏精，肾经起于足底，脚冷肾就冷。如果你能每天泡个温水澡或者泡脚，对肾脏的帮助非常大。怎么泡？水温38到42度，温热舒适即可，不要太烫。太烫会发汗太多，伤津液。时间15到20分钟，微微出汗就好。但这还不够，倪医师教你一个升级版：搓涌泉，泡完脚把脚擦干，盘腿坐在床上，用你的左手手心劳宫穴去搓你的右脚脚心涌泉穴，用右手手心去搓左脚脚心，各搓100下，搓到脚心发热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肾相交。手心劳宫穴属火星，脚心涌泉穴属水肾，用火去温水，引火归元。你会感觉到一股热气从脚底直冲腰间，这能极大的鼓舞肾气，改善睡眠。很多失眠的人做这个动作，做着做着就睡着了。注意事项：喝水、泡澡、泡脚前后喝一杯温水，补充体液。防跌倒，老年人血管弹性差，泡完澡起身要慢，防止脑缺血晕倒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。我在这个视频里没有卖任何药，没有推荐任何保健品，我只是把老祖宗几千年来关于生命、关于自然的真理，用大白话讲给你们听。易经64卦最后一卦叫未济。有人说未济是不是没救了？不是，未济代表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虽然肾病到了晚期很难逆转，但只要你还有一口气，只要你的观念转变过来，生命就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8个字：顺应天道，护住阳气。不要等到躺在透析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看着鲜红的血液在机器里转，才后悔自己为了那点口腹之欲害了自己。不要等到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，才想起来我今天说的话。40岁以后，人体的零件开始老化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但我们不能因为老了就对身体的信号视而不见。
你的身体会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：喂，我需要帮助了。你要做的就是听懂它，回应它，保护它。从今天晚饭开始，扔掉低钠盐，少喝老火汤。从今晚睡觉前开始，抬抬腿，搓搓脚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多喝一杯温水，吃一个煮梨，就这么简单。改变从此刻开始。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唤醒，哪怕一个人就能挽救一个家庭，就能让一个人少受透析的苦。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视频最大的动力。记住，身体是你的神庙，请务必善待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赞，用力的按下去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我们下期见。